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生活中每一对夫妻都希望可以白头偕老，但是往往很多的情况下都是丈夫先走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实质上这是有迹可循的。有些人严格自律，洁身自好，生活得非常的平顺幸福；有些人放纵自己，歌舞升平，最终疾病缠身。所以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决定了晚年生活是否健康安稳。谈到健康和长寿，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：男人和女人到底谁比较长寿，谁比较短寿呢？毫无疑问，肯定是男人比较短寿，女人比较长寿。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，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为 76.34 岁，其中男性 73.64 岁，女性 79.43 岁。从这个数据当中，我们可以得知一个真相，那就是绝大多数的男人都比女人走得早，平均寿命就差了将近6岁。可想而知，短寿的男性占了一定的比例。这几类男人要比妻子走得早，晚年没有什么好结果，要注意了。以一人之力养活整个家庭的男人，如果一个家庭的日常开销都是由男人来承担，女人作为全职太太，那么会把所有的经济压力都堆积到男人的身上。这是一种传统的家庭模式，类似于男耕女织。实质上，在现代的社会，对于男方来讲，确实压力是比较大。如果男人的事业刚好处于良好的状态，收入稳定，每个月的收入完全的可以覆盖家庭的支出，那自然问题不大。但是一旦男人的事业陷入低谷，收入锐减的话，甚至有些是做生意产生了亏损，女人也没有稳定的收入，那么整个家庭的财务状况就会陷入很困难的境地。这种情况下，男人的压力会很大，一方面要面对事业的挫折，一方面要面对家庭的压力或者是配偶的抱怨指责，那么是很容易崩溃的。中年危机无法破局，很容易就倒下了。一家几口人，如果人人都有收入，那这个家庭的幸福感会成倍的提升，每一位家庭成员的压力也会大幅的减小。当然，这是最理想化的状况。现实的问题是，没有谁能够保证一家几口都有收入。由于竞争的加剧，内卷愈发严重，基本上是一个男人养活整个家庭。父母老了，身为儿子需要去为父母养老，孩子需要读书，长大后需要买房结婚，为父亲就需要掏空家底，甚至帮他们负债。哪怕妻子有什么要求，丈夫也是能够尽量的满足。这些承担了大部分家庭责任的男人所面临的压力是巨大的。适当的压力可以使人更有动力，而过度的压力就会置人于死地。不然，这些年来有轻生的人就不会越来越多。他们选择轻生，不是因为赚不到钱，而是因为太累了，没有了希望。再坚强的铁人在现实的压力面前都显得不堪一击。2. 过度的透支身体，不懂得休息的男人。现在人的压力一部分是生活造成的，一部分是自己造成的。比如有些人特别的贪心，想要的更多，那他们就得面临巨大的压力。只不过再有钱也抵不过尘归尘，土归土的最终宿命。更何况多数人还没有钱，更悲哀。男人到了中年，患抑郁的概率会越来越高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背负的东西太多了，搞得自己特别忧愁，不然这个世道的戾气又只会越来越重呢。也许是因为我们不在乎心理，所以觉得心理根本不重要。殊不知，心理的问题那是排在第一位的。男人们心理上的压力也不会说出来，因为他们知道说出来也没有人能够体谅，别人反而会说你矫情。当这些情绪得不到消化，
内心的抑郁越积越多，只能把委屈和苦涩放在心里，终日和烟酒为伴，最后肝脏、肺部都出现了问题。除了身体上的损伤，心理上的损伤也很可怕。消极的情绪得不到释放，时间长了，对器官、神经也会造成损伤。年轻时凭着一股劲努力撑着，等老了，压力一下子涌上来，寿命自然就会受到影响。过度透支的男人，谈到透支，人们第一时间会想到工作上的透支，其实并不仅仅如此。男人的透支还有生理上的透支。为什么自古以来都倡导清心寡欲呢？就是为了保持身体的精气。年轻的男人过分的透支，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，他们又如何能够扛得住呢？男人想要保命，首先就需要戒色。人可以拥有适度的欲望，但不能拥有过度的欲望。一旦身体的精气不足，晚年就很难受了。对于男人来说，精力是很重要的，不要过度的透支。有些男人已经到了人到中年了，还经常的出入一些风月场所，很容易就把身体搞垮了。所以说，男人如果到了50后，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也已经逐步的衰退了，还放纵自己过度的透支精力，那自然会比自己的妻子早走了。这也只能怪男人自己不能够做到自律，怨不得别人。身为家中的顶梁柱的男人，最好要好好的保重身体，及时的休整。要知道，在今时今日，医药费和离开的费用也不是普通家庭可以承担的。我们都知道熬夜伤身，生活作息不规律对身体的损害是很大的。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了，第二天整个人都没有什么精神，尤其是现在人们有手机、电脑等的电子产品，很容易的过度使用。还有一些男人沉迷烟酒，不能控制住自己的烟瘾酒瘾，烟酒过度，只图一时的愉快，不懂得节制，那就很容易把身体搞废了。为什么我们常说男人怕酒，特别是怕49和59？因为这2年是离开的高峰期，有些人扛不住，自然就被带走了。总的来说，要想晚年安好，那提前养生，不透支身体是必要的。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不仅是为了家庭负责，同时也要为自己负责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朋友们，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内容对您有所帮助的话，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。您的每个留言和点赞都是我进步最大的动力，也非常欢迎您到评论区分享您的生活经验。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